2026年3月22日，逐玉剧组正在进行一场常规的线上直播。镜头里，张凌赫和田曦薇并肩坐着，气氛轻松。就在某一刻，工作人员的手电筒光线突然偏移，直直扫向了田曦薇的脸。没有任何预兆，张凌赫的反应快得像闪电，他没说一句话，手已经伸出去把光源推开，身体同时前倾，用肩膀和手臂在他面前形成了一道屏障。全程不到2秒，直播间里的观众瞬间炸锅了。但你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动作之所以让人心跳加速，不只是因为他帅，而是因为他知道田曦薇做过近视矫正手术，对强光极度敏感。在那种直播的嘈杂混乱里，他记得这一秒不是谢峥在保护樊长玉，这一秒是张凌赫。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件事背后的故事。张凌赫与田曦薇之间的默契到底从哪里来的？而那种让全网磕到上头的感觉，究竟是精心设计的营业，还是两个人之间真实流淌的温度？先说说这两个人是谁。张凌赫内娱新生代顶流，190厘米的身高，冷峻的轮廓，在逐玉里饰演落难侯爷谢峥，一个外表疏离内心滚烫的人。田曦薇，甜妹代表，灵动活泼，梨涡一笑能让镜头都失焦。剧中饰演飒爽屠户女樊长玉，敢爱敢恨，毫无城府。两个人，一个是压抑克制的侯爷，一个是鲜活直率的屠户女。光是这个人设组合就已经让观众心痒了。但问题来了，在逐玉官宣合作之前，这两个人在公开场合的互动记录几乎为零。不是巧合，是有原因的。张凌赫的经纪人徐以若和田曦薇的经纪人龚玉涵在行业内积怨已久，从2017年开始，因为一场资源之争彻底反目。9年的时间，两个经纪人从竞争对手变成了圈内出了名的死对头。而这种恩怨就像一堵隐形的墙，把张凌赫和田曦薇隔在了两侧。业内有人曾开玩笑说，这两个人上节目要是撞见了，空气都会结冰。所以当逐玉宣布这两个人搭档的消息传出来，第一反应不是期待，而是疑问，他们能合作吗？吻戏怎么拍？连话都不说，能有 CP 感吗？就连粉丝群里都有人在问，这部剧能看吗？没有人预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剧组开拍之后，花絮陆续流出。有人发现张凌赫拍戏间隙会主动帮田曦薇整理头发上的道具，田曦薇走台步时，他的目光会自然地跟着他移动。还有一个场景是在横店外景地，城墙台阶又陡又滑，张凌赫二话不说背着田曦薇下来，没有镜头，没有工作人员特意拍，就是花絮里随手记录的1秒。但就算是这样，外界还是有很多声音说，这不过是专业演员的职业素养罢了。两个人合作，互相照顾，很正常的事。别磕了，都是工业糖精。然后就到了2026年，逐玉即将开播，宣传期开始了。3月7日，你好星期六节目播出，张凌赫和田曦薇一起上综艺，这是两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合体。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戏外的他们究竟是不是还像在剧里一样有默契。节目里有一个与 quote 吹零食挑战与 quote 的游戏环节，张凌赫要把薯片吹起来，田曦薇用嘴接住。游戏还没开始，张凌赫就伸手扶住了田曦薇的胳膊，一个完全没有设计过的动作。而田曦薇下意识地回握了，就那一个动作，弹幕直接炸了。更甜的还在后面。合唱环节，两人牵着手唱，想把我唱给你听，十指紧扣，对视着笑。何炅在旁边看的表情完全失控，捂着嘴往后退，把自己的反应搞成了全网表情包与 quote。何老师的脸就是演了我与 quote。还有一个让人笑出声的细节，主持人问两人的合作缘分，田曦薇脱口而出与 quote， 和张凌赫蛮有缘分，包括我们的经纪人与 quote。 说完他自己先笑到退出镜头，而张凌赫一脸错愕的反问与 quote， 你说啥？与 quote。 正主亲自玩梗与 quote， 丑二代文学与 quote。 这波操作直接把真实感拉满了。
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有点不简单，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那段时间，综艺里的每一个细节都被粉丝放大、拆解、反复考古。张凌赫即兴去戳田曦薇的梨窝，他假装推拒，眼睛却笑弯了。这个画面剪出来，单个视频播放量破了1000万。网友说，这种反应剧本里写不出来，是刻在身体里的。3月11日，横店追剧团活动，这一天简直是糖点爆炸。现场还原了剧中与 quote 亮婚服尺寸与 quote 的名场面，田曦薇从背后环抱张凌赫，用软尺亮腰围。媒体的镜头捕捉到了张凌赫的耳尖泛红了，田曦薇低着头抿着嘴笑，也不说话。台下的观众集体爆发出尖叫，媒体区快门声连成一片，像下了一场雨。演员任豪全程化身与 quote， 头号 CP 粉与 quote， 在田曦薇亮腰围的时候高喊与 quote， 想看的画面可以暂停了与 quote， 还提醒摄影师抓特写。当主持人起哄要两人一起喊剧中台词，他们同步喊出来，时间差精确到0。现场有人喊与 quote， 他们共用大脑的吧？与 quote。 被问到彼此有什么印象，张凌赫说了一句与 quote， 他眼睛里有星星。与 quote， 评论区几乎是同一秒炸了。那段时间，与 quote、田作之鹤与 quote CP 话题登上了 BG 榜单第1。逐玉双平台预约量破570万，开播15分钟热度就冲破23000，刷新了腾讯视频年度最快破万纪录。这部剧最终成为内娱首部在腾讯视频和爱奇艺双平台热度均破万的联播剧。数据不会说谎。现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你觉得这两个人之间到底是什么？答案其实就在开头那个直播的瞬间里。那道光扫过来，田曦薇皱了眉头。张凌赫没有说与 quote， 你没事吧与 quote， 没有问与 quote， 要紧吗与 quote，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手已经伸出去了。那是一种不需要思考的反应，一种叫做与 quote， 我记得你的事与 quote 的反应。所以我想说3件事。第一件，为什么偏偏是他们两个，让这个时代那么多已经对与 quote、工业糖精与 quote 免疫的观众重新相信了什么叫做真实感？因为他们走过的路本来应该是相反方向的。经纪人9年恩怨给了他们最好的与 quote， 排斥理由与 quote， 但当两人真正站在一起，那道隐形的墙竟然在相处里自己消失了。不是因为有人要求他们破冰，是因为本能。本能比任何营业都难伪造。第二件，与 quote， 丑二代与 quote， 刀与 quote， 田作之鹤与 quote， 这个反差比他们演的任何一场戏都狗血。剧里，谢峥和樊长玉从陌生人开始，从猜忌开始，慢慢的，一个眼神，一次挡箭，一次相握，把两个人的命运缠在了一起。戏外，张凌赫和田曦薇从与 quote 零互动与 quote 开始，从与 quote 应该彼此回避与 quote 开始，然后用一场综艺牵手，一次戳梨窝，一道挡光的动作，把所有人都磕进去了。你说这个故事是命运写的，还是人写的？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无论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什么，有些东西已经不需要答案了。张凌赫记得田曦薇做过近视矫正手术，田曦薇知道什么时候用一个玩笑能让他的耳尖不再那么红。他们站在一起不说话，空气都是甜的，不只是因为他们是演员，更是因为他们是这两个具体的人。逐玉的制片方说过一句话，与 quote 谢峥与樊长玉的故事止于剧中。与 quote 也许吧，但那些没有剧本的瞬间，那道挡光的手臂，那句与 quote 他眼睛里有星星与 quote 已经住进观众心里了，没有人能把它删掉。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里。你怎么看张凌赫和田曦薇之间的默契？是演技，是营业，还是你相信有些东西比这两个答案都要真实？评论区告诉我，我在这里等你们。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给这个频道点一个订阅，我们下期见。